夜宵，你乖乖的出手就擒吧。做梦！你们拐卖人口、贩卖毒品，早就该死了。现在跟着我，一起下地狱吧！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游戏，而我将会是最後的贏家。段队，死者系新风厂普通职工孙秀芳，56岁，单身独居，有个女儿，上大3。段队，初步判断，死者身中3刀，分别位于腹部、左肩、背部，背部刀伤垂直刺入心脏，为致命傷。凶手手法专業，死亡時間大約10點到11點。生活不易，10歲賣藝。謝君堯又在玩遊戲。你作業寫完了嗎？你就玩遊戲了？寫完了呀。爸爸，你怎麼突然回來了？你不是說今天晚上你要加班嗎？你剛才沒聽到什麼聲音？沒有啊。爸爸，外面是出什麼事情了？隔壁孫阿姨出事了，兇殺案。孫姨，兇殺案。小倩，你人呢？段隊，我馬上回來。晚上哪也不許去，不准出門，我要加班，任何人敲門都不准開。聽見了吧？上世我姑，既然有重來一次的機會，那我一定要當個好人。瑤瑤，你醒了！我這是穿越了，爸爸，這份情節真是讓人享受呢。兇殺案，在我這個犯罪之王的眼前，一切都將無所遁形。爸爸，我幫你啊！你個小丫頭片子能幫我什麼忙？乖乖在家寫作業。對了，家裡的電器不准亂拆了。你上次把收音機拆了，還沒裝回去。段隊，1個小時內出現在工廠辦公樓附近的全都在這裡。這大冬天的，怎麼就這兒透着一股子寒氣？能不冷嗎？那孫秀芳死的，穿着白裙子，4樓都是綠人，陰氣太重了。白醋的味道。妖妖怪，快轉個頭去，這不是小孩子該來的地方。叔叔送你回家。趙叔叔，沒事的，我就看一眼。真是造孽啊！好好的人怎麼遭了這樣的禍？可不是嘛！以前我在電視裡看過殺人案，也不知哪個遭天殺的。陳大爺，有可能是熟人作案，現在有可能兇手就在我們身邊。什麼？兇手在身邊？哪兒呢？這誰家孩子啊？家長呢？這可不是孩子看熱鬧的地方，趕緊領回去。妖妖怪，叔叔帶你回家，免得晚上做噩夢。臭丫頭，怎麼跑這兒來了？趕緊回去，別在這瞎摻和，刑警辦案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段隊，這是我家閨女。這還得你家姑娘？可不是嘛。快回去。哎，等等，你們家住這附近啊？是的，段隊，這不是我從廠保安調到警署啊，我家就住在附近，家屬樓的501。小姑娘，你過來。玉川，你家孩子幾歲了？ 10歲上5年級，放寒假在家玩遊戲。還有大叔，你能不能不要用這種看小屁孩的眼光看着我，怪別扭的。好，好，好。那叔叔問你啊，你有沒有發現什麼陌生人或者是行跡比較可疑的人啊？沒有，我在玩遊戲。那你為什麼說是熟人作案呢？很明顯的啊，大叔，要是陌生人作案，不可能進到廠子裡。我們廠子裡管得可嚴了，出入都要登記。段隊，一個小孩能知道什麼？還熟人作案，也不知道從哪兒學的。老段，你該不真要聽一個10歲小孩在這分析案情吧？不聽拉倒。刑案中走訪調查是基本要素，更何況這能耽誤多少時間？別搭理他，你說。首先，兇手沒跑遠，廠區就一個正門，後門被鐵鏈鎖死了，圍牆上全是帶電的刀子，他不可能出去。其次，那護欄上有新的劃痕，還沾着布料纖維，跟孫阿姨身上白裙子的料子一樣，說明他是被人推下去的，不是自己不小心摔下來的。段隊，情況屬實，這不傻子都知道的嗎？閉嘴！
你接着說。孙一手腕有勒痕，坠楼前被人绑过，背后的刀伤看位置和伤口程度，应该是刀扎破了心脏。按理说，现场应该会有血液喷溅的痕迹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死者在坠楼之前就已经死？不一定，也有可能是被逼着上的天台。那你在这说什么？这点东西是个警察都能看出来的东西，还要你在这说？谢立川，把你闺女带回去。石叔叔，你说错了。那你说我哪里错了？第一，孙阿姨前夫上个月就去外地打工了。我昨天还听她跟我大媽說前夫寄了500塊錢撫養費，她不可能跟他吵架。第二，刀傷的位置以及長度判斷，墜樓不過就是為了掩蓋墜樓前已死亡的事實。第三，最關鍵的是墜樓角度。墜樓角度？從天台到地面，正常摔下來應該是頭朝下，而孫阿姨是面部朝下，而且距離辦公室主體過遠，說明是被人推的，受力方向不對。死者墜落姿態確實不符合自主墜落特徵，面部着地的角度更像是外力推搡導致。故而可以得出結論，熟人以找孫阿姨有事為由，騙至行兇地點，隨後綁架威脅，最後殺人，然後推下去，想偽裝成意外墜樓。太厲害了這啊！你怎麼知道這麼多的刑偵知識啊？你爸教你的？我家書架上全部都是各種刑偵書籍，還有各種殺人案例、警方指導案例。咦呀，不愧是立川的孩子啊！立川，你先把孩子帶回去，廠區晚上冷，別把孩子凍着啊。好的，段隊。走。段隊有發現。段隊有發現。說。在孫秀芳身上發現體液痕跡，但未發現任何毛髮組織及 DNA 殘留。那還愣着幹什麼？趕緊去查死者社會關係，平時接觸的人，尤其是有過糾紛或者親近的人，逐一排查。是。小丫頭片子，你笑什麼？李川，趕緊把你孩子帶回去，這裡是兇案現場，別給他留下什麼陰影。好的，石隊。走。まさか、あゆみ、助けに来た呀！早く逃げろ！分かってるの？哎呀，吃飯了沒啊？肚子餓不餓？爸爸，肚肚早就餓了，一直等你回來呢。啊，裝小孩真累。好，爸爸去給你做飯，你好好寫作業。嗯。謝君瑤，你又偷偷看電視是不是？都5天了，案子還沒破，不就是廠區兇殺案嗎？這麼簡單，還能拖這麼多天？孫秀芳，女，56歲，安城人，大豐廠普通職工，當天上白班，晚上下班後未直接回家，死亡時間初步判定晚上10點23左右，係綁架侵犯後殺人偽裝墜樓，現場未找到毛髮，無 DNA 殘留。走訪調查顯示，死者性格溫和，在廠區和鄰里間沒什麼仇人，排除仇殺的可能。女兒在讀大3，離異多年，前夫3年前因醉酒鬧事被拘留，至今仍在外地打工，無作案時間。現場未提取到嫌疑人腳印，只有死者自己的腳印在天台邊緣，像是自主走到湖岸邊。兇手肯定不是第一次作案，現場有處理痕跡，但是太糙了。換成我有無數辦法清理現場。陳大爺的筆錄，他說晚上10點20左右，在這邊散步，隱約聽到廠區那邊傳來一聲慘叫，他以為是野貓叫。謝君瑤，誰讓你動我辦案資料的？給我！哎，爸爸，人家不是想幫你破案的嗎？你不搗亂就不錯了，還破案呢？你以為你看了幾集柯南就變神探了？不准動了啊！雖然我不是神探，但我了解罪犯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我就把兇手給你找出來。12棟601。這電腦什麼時候才能壞呀？僅僅是追蹤數據都會崩潰，更別說大型編程了。12棟601，看來我猜的沒錯。
好的，顿队，我马上回来参加排查任務。爸爸，我找到凶手了。瑶瑶，爸爸没时间陪你玩，等这个案子结束了，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我真的找到凶手了，这是我分析得出的结果。在这个案子中，你们都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那你说说什么线索？既然是熟人作案，你们也调查了孙怡的社会关系，其中交际最多的也就是我们这栋，也就是12栋。12栋共计12户，除我们和孙怡外，还有10户。这10户中，1楼陈大爷和吴大媽沒有作案能力，趙林叔叔是報案人，也不可能是兇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剩下8戶。這8戶中，其中符合條件。走，跟我回队里。10队、段队，我们先过去。好。段队，小谢，你刚才说发现了重大线索，你说说看。段队，我家闺女说，小谢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现在是破案的黄金时间，你在这瞎胡闹什么呀？你闺女能知道什么呀？她应该在家里边写作业，而不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在这听个小屁孩分析案情。是啊，小谢，虽然你闺女在案发现场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但她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，你还是先回去让她写作业吧。啊！你们要是能破案，也不会拖那么多天了。秦立川，看看你教的好闺女。段队，分析会马上要开了，你走不走？走。2位叔叔，我知道凶手是谁哦，你们确定不听吗？听你一个小屁孩在这分析案情，你真以为自己能破案了？10队，我家闺女分析的实在愚蠢，听听吧。谢立川，你是刑警，不是保姆。你要这么愿意陪女儿过家家，那这样，这个案子你就別參與了。陳大爺的口供和痕跡時序存在先後邏輯問題。痕跡時序，這是上個月刑偵之虎面對系統內的講座上提及的新概念呢。他一個小孩怎麼會知道？10隊，要不然你先去開分析會吧，我留下來聽一聽。隊長，去吧。瑤瑤，你接着說。隊長，這分析會你要是不去，這也沒辦法開啊。那這我也留下來，聽他到底要說什麼。你們現在應該已經針對12棟的常住居民進行了排查，但基本上都有不在場證明，或者不具備作案能力。我說的對吧？沒錯。我先說現場痕跡吧，現場至少有4處誤導警方辦案的痕跡。4處？你還真是張口就來啊！我們一共才發現了2處，小屁孩就是小屁孩，以為看了幾本刑偵書就能當神探了。打斷別人說話是很不禮貌的事情，所以在我說的時候，請你閉嘴好嗎？瑤瑤，你說。第一，孫怡後背刀傷是直錘扎進心臟，手法這麼專業，兇手是不是以前傷過人，或者專門學過用刀？第二，現場連兇手的毛髮、腳印都沒留，清理得這麼乾淨，偏偏留孫怡自己上天台的腳印，是不是故意誤導咱們？第三，孫怡指甲裡有1樓的泥垢，說明在1樓被控制了。那帶他去天台時，樓道怎麼沒有拖拽痕跡？是早清了，還是走了別的路？第四，冬天血凝固快，就算兇手清理過，角落也該有點殘留吧？而現場一點噴濺血跡都沒找到，兇手用了什麼特別辦法？刑事案件中，尤其是一刀刺進心臟後拔刀出來，必定會伴隨着血液噴濺現象。可奇怪的是，現場沒有噴濺血跡，由此說明兇手是個老手，清理了血液噴濺。但羅米諾測試一定騙不了人。你的意思是說，兇手殺完人之後沒有第一時間逃離，反而是清理了現場，並且精心準備了誤導警方的細節？那你怎麼解釋侵犯？這就需要你們補充偵查了。瑤瑤，你是不是心裡已經有犯罪嫌疑人了？601李文章。我真是瘋！聽你一個小屁孩在這一本正經的分析案情。李文章那天晚上在燒晚飯，而且有工友提供的不在場證據，我們已經將他的嫌疑排除了。不在場證據是真的，但他是兇手也是真的。案發當晚，我在門口的時候，明確的看見李文章在門口。12月21日夜裡10點到11點之間，李文章約孫秀芳在工廠辦公樓天台談事。這事兒肯定是不方便說，否則也不會在天台談了。出於某些原因，李文章可能是自己準備的，或者剪的繩子綁了孫怡，帶到天台威脅，從而侵犯。或許是不堪受辱，孫怡反抗，激怒李文章，最後殺了孫怡。
楼道裡的拖拽痕跡，要麼是兇手清理的乾淨，要麼是孫怡怕被傷害，只能乖乖跟着上樓，符合熟人作案的邏輯。接下來我要對兇手進行犯罪心理畫像，你們做好記錄。兇手大概在170到175之間，體重60公斤左右，身材消瘦，力气很大，应該是從事體力活動，單身或婚姻狀態不理想，年齡在50到58之間。那你不如直接說兇手就是李文章了。你這心理犯罪畫像就差報李文章的身份證號。我本来說的李文章就是兇手啊。但你解释解釋，你这畫像的原因。如果我的推斷沒錯，那孫怡的致命傷部位一定是斜刺，也就是說，兇手反手握刀，刀鋒一定是朝上的。這一點，屍檢報告可以明確。我让催一下。喂，尸检報告和卢米諾反應測試都多少天了？趕緊讓他們交上來。瑤瑤，你接着說。孫怡身高168左右，只有比她高的人才有可能自上而下刺入。檔案中的致死傷圖片很清楚，也是推斷來源。案發現場不可能在1楼，因為辦公室晚上還有人加班，所以只能是在4樓。反推可以確認，2人發生衝突，矛盾激化，最後暴起殺人，一刀刺中孫怡心臟。合理。心臟被刺傷，身體會發生即刻生理反應，隨之而來的就是陷入意識模糊。由於心臟供血功能的喪失，會造成循環崩潰，陷入休克狀態，不出10秒就感知不到脈搏了。這種狀態下不存在很輕鬆就能搬起來的情況，而我受的力氣很大，從事體力活的原因也就在這裡。天台邊緣是有圍牆的，12棟符合條件的只有李文章。刑案是需要證據，不是你在這說兩句我們就能抓人的。安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林厂長，什麼？我讓你查的？李文章21號晚10點10分接了一個電話就出去了。好的好的，感謝你提供的重要線索。臭丫頭，背着我查案。段隊，大風廠劉廠長確認，21日晚10點10分到11點，李文章不在工作崗位，不在場證據作假，而且李文章是煉鋼車間的工人，同時也是煉鋼車間的班長。煉鋼車間距離案發現場只有3分鐘路程。好的。法醫那邊確認，傷口跟瑤瑤說的一樣，而且盧米諾反應測試表明在4樓天台的平台上呈現大量噴濺痕跡。竟然和瑤瑤說的一樣。安了，這都只不過是基測而已了。段隊，現在可以抓人了嗎？可以，抓人。等等，段队，我建議配槍。為什麼？李文章可不是普通人，他可是殺人犯，肯定不是。我的意思，李文章的身上還背着其他命案。什麼？李文章肯定是有前科的，他身上必定背負命案。单凭对方殺人以後處理現場的手段，就能夠看出來，對方的身上或許還有可能不止一條人命。少吃點。爸爸，不行，你說完了我再給你。可這也不能說明他身上有其他命案，你太想了。正常人在第一次殺人後必定陷入恐慌、害怕當中，甚至有些人會有嘔吐的生理性反應。可李文章沒有，他還能淡定地清理現場。因為刺中心臟導致鮮血噴濺，李文章不得不回去處理身上的血跡。這也是我為什麼在案發現場聞到白醋味的原因。水和白醋1:2的比例，浸泡血漬後清洗，能夠有效地清洗血漬。保安隊長趙林在附近巡邏的時候，聽到這聲慘叫，立馬上來查看情況，發現辦公樓下的死者，立馬報警。而這個時間中，李文章正在清洗血漬，沒時間逃離。等他想返回煉鋼廠的時候，你們來了，封鎖了附近區域，根本出不去，所以才能夠看見應該上班時間的李文章在現場附近。以上大概就是李文章行凶過程。只有李文章和孫秀芳往日無怨，近日无仇，關係平平，為什麼會大晚上約受害者在辦公樓見面？需要你們補充偵查。但他為什麼不跑？虧你還是刑偵副總隊長，你腦子讓狗吃了。他要是跑了，不就坐實他是兇手了？沒錯，最重要的是激情殺人，配合積極自首交代，並且主動交代案發過程，並且在獄中還能減刑，假定他是兇手，肯定知道這一點。那為什麼他不自首呢？所以我懷疑他以前有可能殺過人。李文章約孫秀芳於工廠辦公室談事，產生口角，遂綁架威脅，後侵犯孫秀芳，因反抗激怒李文章，3刀殺了孫秀芳，推下樓，偽裝致命傷。
李文章清理掉了現場自己的痕跡，因逃犯心理怕被人發現，所以趕緊回去清理因血液噴濺的血跡。後，廠區保安隊長趙林報警。警察吧，我发現死人了！快來！李文章单身，身高174，平日里不愛說話，一副老實人的樣子，但往往這種人最容易騙人了，所以斷說實說，還不抓人，等什麼？来了，什么事儿？来了。哎，瑶瑶。别跑！站住！别动！老实点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在时间里影响不好，带走。走！老实点！我犯什么罪了？我犯什么罪了？你们凭什么抓我呀？老实点，李文章。现在我們懷疑你是孫秀芳案的兇手，請乖乖配合我們調查，否則……我殺了孫秀芳？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呀？我平時連個雞我都不敢殺的人，我怎麼可能殺人呢？你們肯定是搞錯了呀！警官，有沒有搞錯不是你說了算的，我勸你最好老實交代，別逼我們上審官。李文章，我們對你的行為已經了如指掌了，你現在能做的就是主動交代，爭取寬大。跟他有什麼說？二隊已經去他家裡了，只要找到證據。哎，你們沒有證據啊？沒有證據憑啥抓我？我舉報你們！李文章，老實一點，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你，只要在你家能找到證據，就可以直接定你的罪了。那你要是在我們家沒有找到證據呢？我可是有權利起訴你們的。隊長，要是找不到證據呢？這都已經5天了，他要是銷毀證據，肯定就沒了。現在只能等盧米諾反應測試的結果了。李文章，別說是5天，就是5年，只要有痕跡都能查出來。不用想，盧米諾肯定檢測不出來了。瑤瑤，你什麼意思？盧米諾測試怎麼可能檢測不出來呢？就算只有1%，也能檢測出來啊。的確，盧米諾對陳舊血跡，哪怕是數年也能檢測出來。但如果他把染血的衣物和兇器全扔進了煉鋼爐裡呢？什麼？對李文章來說，他處理這些東西實在是太簡單了。幾千度的高溫，一下就能讓這些東西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什麼呀？你們說的什麼呀？我一點我都聽不明白呀！我想起來了，是不是因為我得罪過你們父女倆，所以你們現在是在這公報私仇的是吧？哦，公報私仇？對呀。那你說說，我們怎麼公報私仇了？哎呦喂，這是怎麼了？怎麼還把人給銬上了？誰知道啊！臭丫頭，你到那麼近幹什麼？年紀不大，膽子倒是不小。陳大爺，我爸在呢，沒事的。臭丫頭，還敢頂嘴！下次不給你做紅燒肉吃了。陳大爺，我錯了。對呀，大家伙都知道，你平時工作忙，又沒個媳婦兒，那都是陳大爺和吳大媽借瑤瑤上下學的。我記起來了，那天我腿不舒服，我去醫院檢查了，正好文章下班早，我就讓文章去接瑤瑤放學去了。對呀，對呀，上次我還是開廠裡的車去的，半路上就竄出來一個女孩來，我一猛打方向，就撞到了瑤瑤。你們肯定是因為我撞到她這件事情，對我懷恨在心，用我去頂罪，好給你們上面交代是吧？我是一個沒有父母、沒有媳婦的人，瑤瑤是你的女兒，我算個什麼呀？我就是個外來人罷了，是不是？小謝呀，就算你們有壓力，你們也
不能冤枉好人呀！是啊，小希，李文章多老实的一个人啊，小孙怎么可能是他杀的呢？是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老子给我闭上！再胡说八道，小心我收拾你！哎，警察大人啦！警察大人啦！有没有人管一管呀？哎呦，哎呦，能打人的！警察大人啦！有没有人管一管？警察大人啦！有没有人管一管？天伯，还想不丢人？队长，明明是这个家伙颠倒黑白，我能不知道吗？现在就等从他家搜出什么线索再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把人带走。啊！冤枉啊！哎呀，冤枉啊！大家快来看，咱们警察无能过不了案！哎，吵什么吵？老林，你怎么来了？孙秀芳案的嫌疑人准备带回警局审讯。你们没有证据，凭啥拿我顶罪呢？哎，老段，你们没有证据抓人，你知不知道这是违反程序的？还有一些证据正在搜集。这位警官，他们没有证据，凭啥抓我呢？我可是厂里蝉联8年的优秀职工啊！李叔，你就认吧，现在认了，还能争取宽大处理。哪来的小屁孩，滚回去！老林啊，这是我们一组的案子，段队盯着，没你们二组什么事，该回，明白啊？我添乱！你看看你手底下这一个个歪瓜裂枣，还一个走后门的进入总队的，证据都没有就抓人，你们能破什么案子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案子本来就是应该给我们二组。青天大老爷，你赶紧帮我评评理啊！你得为我做主啊！没有证据就敢乱抓人，你这传出去像什么话？这没你的事，先回吧。大家看见没有？人家那名警官，人家都能看出问题了，还不真是铁了心了的陷害我呀！你们赶紧去通知电视台呀！吵什么？谁冤枉你了？李叔，你就承认吧。现在承认了，还能判个缓刑。我没有罪，我承认什么呀？我知道了。你他妈又知道什么了？你们就是没有证据，就是给我屈打成招。你们就是为了報復，我差點把謝君堯撞死。你們這蝇營狗苟的都是站在謝君堯那邊，你們都是一夥的，這就是對我的報復。不見棺材不落淚，誰說沒有證據了？你這變戲法呢？用哪來的證據啊？現場都親眼看見了，怎麼可能還有證據？兇器衣服我全都扔進煉鋼爐了，就算是盧米諾也檢測不出來。洛卡爾物質交換定律說過，嫌疑人只要實施犯罪行為，要麼帶走什麼，要麼留下什麼。就是說，哪怕你毀了兇器和沾染血跡的衣物，你身上同樣會遺留痕跡。謝君堯，你什麼意思啊？瑤瑤，我真不是有意撞，況且你現在不是也沒有什麼事兒嗎？你怎麼能夠幫着這一群警察來陷害我呢？你想一想，我原來對你多好呢，難道你的良心真的被狗給吃了嗎？我陷害你？行，既然你不要寬大處理的機會，那我就上你死心。物質交換是存在客觀事實當中的，只要犯罪必定留痕。世界上從來沒有完美犯罪，只不過是存在於每一個兇手的臆想當中。你什麼意思啊？從你說出48小時的扣留時間開始，你就已經露怯了。這雖然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的，但絕對不是一個普通且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應該知道的。的確，你處理了兇器和染血的衣物，但是有個地方，這5天的時間你是洗不乾淨的。什麼？你這張臉。你到底什麼意思啊？你一刀扎進孫怡背後，刺穿心臟，經屍檢報告鑑定，胸口垂直刺過心臟，一刀斃命，切口平整，無二次傷害。這證明你有經驗，知道從什麼位置下刀，能夠在最短時間內造成死亡。換言之，你的手中還有命案，並且是同樣的位置，同樣的手法。你胡說！我沒有殺人！
在你逃亡後，你學習法律知識，所以你清楚在人群中怎麼做才不會引人注意。這也是你這麼多年潛逃多年沒被抓的主要原因所在。所以案中，你完全可以以感情為由編個幌子，因遭感情不和，從而衝動殺人。激情犯罪後，自首可從輕或減輕處罰。你這個案子中，大概率判決15年，服刑期間表現良好，還可以減少刑期。而你沒有主動自首，這代表着你還在害怕更深的東西被警方挖出來，比如你曾經殺過人。另外，你家裡一定有治療睡眠障礙的藥。我沒有，你胡說！我沒有殺人，我沒有殺人。為了讓你心安，所以自首了。讓法醫過來一趟，再看看李文章家有沒有治療失眠障礙的藥。是，队長。法医到抓捕現场。瑶瑶，你怎么知道他家里有治療睡眠障礙的药啊？我說過，殺人兇手的手法極為專業，這種東西就是人為習慣。就比如手機放在桌子上，你用左手還是右手拿，是一個道理。其次，兇手還有其他的命案在身，並且鄰居們也都知道李文章有嚴重的睡眠障礙功能，并且怕黑。案發時間在10點，工廠辦公樓周圍沒有什麼人，且樓道是在外面。那為什麼李文章要在漆黑的晚上一個人出現在工廠辦公樓附近呢？一個怕黑的人，卻異常的出現在沒有一點燈光的廢棄廠區，這是為什麼呢？所以結論只有一個，所以他就是兇手。一個多年前犯案潛逃的兇手有睡眠障礙，不難推斷出這應該是第一次殺人的場面，在他的心中是夢魘，所以不敢閉眼，怕黑。而他的行動也解釋了這一點。他自從進廠後一直都是夜班，持續了8年。段隊，哪需要做魯米諾測試？臉上、脖子上。段隊，嫌疑人家裡發現氨基丁酸，這是抗失眠的藥物。還真有藥。瑤瑤，你是怎麼想到在他身上做魯米諾的？我說過，因為他的下刀位置，刀口在身體，呈現斜下刺傷位，那他一定是自上而下刺，並且是反手拿刀。在拔刀之後，一定會造成鮮血噴濺的情況，所以你的臉上、脖子一定會殘留血液。你胡說什麼？我胡說？那我再幫你回憶一下，12月21日晚10點半，你在警戒線外和鄰居們看着案發現場，而這個時候你已經洗過澡了，你身上有白醋的味道，這代表着你是用白醋清洗你身上的血跡。而這裡有個化學知識，白醋中含有醋酸，會軟化並分解蛋白質和血液中的血紅素，會和魯米諾中的過氧化氫在鹼性條件下發生催化反應，產生藍綠色的熒光。皮膚表面並不平整，血跡可能殘留於毛孔或角質層縫隙中，所以不可能清洗掉。再結合當時的血液噴濺情況，他的身上一定會有血跡殘留，哪怕是白醋清洗過，也能檢測出來。污蔑！污蔑！你們在誣陷我！你別動啊！你們別動啊！你過年的豬喊呢？反应測試成功了。段隊，有反應，有反應！真有反應了！真的是他殺的！沒想到看着老老實實的小臉，竟然會殺人。表面上是個老實，其實啊是個畜生。誰說不是？誰能想到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人是個殺人犯呢？人是我殺的，這回你滿意了嗎？帶走。走。一開始我沒有想殺他，是他自己找死的。事情是這樣的，老張，哎，先等等，我今天來是想問你借點錢。啊？幹啥？我閨女在學校裡面出了點事。時間21號，6天左右。孫秀芳為什麼偏偏找你借錢？
我们两个3个月之前就好上了呀。你为什么杀他？我怀疑他和别人好上了。不对，那女人在外面就是和别人好上了。你怎么确定？照人说的，他从别人车上下来，是一辆宝马车。宇哥，我看到孙秀芳从宝马车上下来，那车子我没见过，不是咱们厂里的。你亲眼见到了？是不是外边有人了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问你在外面是不是有野男人了？对，我就是有野男人。怎么了？你这个婊子！我都跟你说了，我闺女出事了，让你给我去借点钱。你呢？不借钱还骂我，我怎么就不能找男人了？他们能给我钱，你能吗？走！找男人是吧？我不想看见你，快把我松开，要不然报警了！嘿，请我。在杀人之后，你把孙秀芳扔了下去，然后清理了脚步，对吗？是。确认无误后，按手印就行。结束了，都结束了。结束了？你想的太天真了。说说你以前的案子，杀过谁，在哪杀的，全都交代清楚。孙秀芳案交代完了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没有了，我都已经交代了。你赶紧提起诉讼吧，你们办案的不都是有成本的吗？你对警署的流程还挺熟悉的。瑶瑶那小丫头有一句话说的对，我是看过不少关于法律的书。李文章，我们怀疑你以前杀过人，你最好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你们怀疑我以前杀过人？那小丫头说我以前杀过人，你们就信呐？啊，太天真了吧！有本事你们就去查呀，你们查出来我就认了。孙秀芳是我杀的，我都已经认了。至于其他的，你们查出来，我就认了。啊！李文章，虽然你是冲动杀人，但是死期是逃不了的。你现在耍无赖有什么用？对呀，我都要死了，我还怕什么呀？案子不都已经破了？你们还在这折腾什么呀？查出来又如何呀？左右不就一个死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你们怀疑我以前杀过人？我以前就杀过人呀！你们可以去查呀。等你们在查出来之前，我还可以多活些10日嘛！啊！瑶瑶，你说他杀过人，有几分把握？10分，我去审吧。哎，这小屁孩怎么在这？
哎，这小屁孩怎么在这儿？署长，那天就这个小屁孩在现场走来走去，破坏现场痕迹的。署长，伯伯好。老大，这个小姑娘是啊，署长，她是黎川的亲闺女，他们家的情况你也了解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谢黎川的父母是因公殉職，他的爱人在缉毒一線。唉，現在只剩下這父女2人了。這小謝的工作也忙，這孩子呀，也確實是沒人照顧。但是紀律它就是紀律，就是辦案區，唉，不是孩子該待的地方啊。署長，這次最大的功臣就是署長。署長好。哦，已經交代了，那就送檢吧。我和檢方對接，盡快的提出公訴。署長，還不能送檢。哦，說說。無論從案發現場還有屍檢報告上，都能證明李文章是個老手，所以我們懷疑他身上還背着命案。案中案？線索呢？目前嫌疑人反抗情緒比較強烈啊，而且叫囂，只要我們能查到他就認。那就趕快的查呀，還等什麼？但是現在嫌疑人情緒比較激動，尤其是我們提到他過往命案的時候，而且目前還沒有證據。還沒有證據？署長伯伯，交給我來審，我保證今天就能結案。交給我來審，我保證今天就能結案。你呀，胡鬧，簡直就是胡鬧！他一個小屁孩說他殺過人，你就信吶？老段啊，你也是個老刑警了，咱們署裡近期要提一位副署長，你可不要犯錯誤啊！署長，這個我知道，但是孫秀芳案之所以能順利破獲，多虧了瑤瑤，她是個天才，刑偵天才。神童啊！所以在沒有線索也沒有證據，他說你就信？原本我們對瑤瑤的話有所懷疑，但在本案的偵辦過程中，我們發現犯罪嫌疑人有極高的反偵查意識以及過人的心理素質，他不像一個初犯。不是石彥博，現在連證據都沒有，怎麼查？就一直拖着，一直關着嫌疑人嗎？上面讓我們限期破案，這個案子既然已經破了，署長，要不然這樣，孫秀芳案先上報，至於嫌疑人過去有沒有犯案，我們還想再查一查。怎麼查啊？哎呀，你這個報告該怎麼寫啊？哦，就寫一個10歲的孩子懷疑他殺了人，你們信了？還審不審啊？還審不審啊？還審？老陳靜，還審不審啊？我困了啊，我要去睡覺了。再不審你就送我去睡覺。這麼多人呢，是商量要怎麼對我刑訊逼供是吧？我都被判死的人了，我還怕你們這呢？你們是不是查不出來我殺了誰？你們就是這麼一直看着我呀？啊！5天你們能查出來我殺了誰嗎？老段，我再給你5天的時間，盡快的查出他都殺過誰。是。李署長，我覺得這是犯罪嫌疑人故意在拖延時間，故意這麼說的。5天，給你們5年，你們能查出來老子殺過誰嗎？5分鐘，給我5分鐘，我保證讓他交代。不是小屁孩，你搗什麼亂啊？謝立川，你管不管你女兒？林署長，你就允許一個小屁孩在這胡鬧嗎？就他能破案呢？你能破案？那也就是說，謝立川，你讓你的閨女看過卷宗嗎？你的眼中還有沒有紀律啊？署長，我能破案，要是破不了案，你完全可以處分我爸爸。嘿，臭丫頭，有你這麼坑爹的嗎？署長，
請您再給我家閨女一點時間，如果不能破案，我可以接受處分。署長，苗瑶真是個刑偵天才，請您相信我們的判斷。你快批評他吧！幾十歲的人了，靠一個小姑娘破案，簡直是胡搞亂搞。行了，這5分鐘我還是可以耽誤得起的。既然一個說相信他，一個說他是刑偵的天才，我就只給你5分鐘。好，就5分鐘。瑶瑶，李叔平时对你还不错吧？可是你现在帮着他们来审我，李叔我呀，现在心里可难受了。你说你一个10岁的小姑娘，你懂什么是刑侦吗？听话，让你爸爸带你回家买娃娃玩啊。11到13年前，男方入室杀人，且目前未侦破，被害人为女性，挂为悬案，并且现场留下过大量指纹，但依舊找不到嫌疑人的，恐怕沒幾個。要是直接告訴你，你肯定不服氣，所以我讓你心服口服，我讓你死個明白。人不大，口氣倒不小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麼審我。在殺害孫秀芳後，你偽造現場，清理現場痕跡，讓警方誤判，而你利用這個時間差，回到煉鋼廠車間，處理染血的衣物和兇器。可你返回的途中，警方已經抵達了現場，而你被迫留在原地詢問。我說的對吧？這都是我主動交代的，你有本事，你說說我沒有交代過的。我要說的是，一個普通人殺人之後，絕不會如你這般冷靜，不僅知道清理現場痕跡，還十分冷靜地回家清理血跡，處理兇器，然後再裝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，慢悠悠地從車間走過來。要麼你就是個瘋子，可這一點在多年生活中從來沒有表現出來過，那也就只剩下另一種可能，殺過頭。哎呦，你說我殺過，我就殺過呀。你搬來10年，這10年間基本無交集，除我們這棟樓外，最多的便是煉鋼車間的夜班班組，而警方經過走訪調查確認，你沒有任何額外人際關係，十分符合犯罪後潛逃特徵。這都是你胡亂猜測的。你知道你最大的破綻是什麼嗎？你清理現場，你做了那麼多自以為天衣無縫的偽裝，那麼為什麼沒有逃走呢？所以我想到一個答案，你不想放棄現在的安穩生活。而站在罪犯的角度下，用犯罪心理學去剖析一個罪犯，我得出2個答案。第一，直接逃走太明顯，若是在孫秀芳死後逃走，那就擺明了你是兇手。第二，你不想破壞自己如今安定的生活，所以還會第2次抵達兇案現場。根據你的第1次筆錄，你是南方人，安省人，父母雙亡，10幾歲便遠走他鄉，來到雪城，輾轉多地打工，10年前定居於雪城，機緣巧合進入廠子，很少社交，未婚未育。其他鄰居的筆錄裡，關於你的部分也提到了你性格內向，沉默寡言，甚至可以說是孤僻。如此能說會道，你真的孤僻嗎？逃了10多年，偽裝的辛苦。逃了10多年，偽裝的辛苦。你自述沒有任何親人朋友，也就沒有人能證明你的過去。本市定居10年來，你拒絕社交，跟誰都不熟，反偵查意識不是與生俱來的。你畢竟看過大量相關書籍，可能連你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你身上的味道有多難聞。什麼味道？逃犯的味道。因為你有過殺人後潛藏的成功經驗，你自認為這一次做的比10年前更加完美，警方更不可能抓到你，所以你異常的從容淡定。
可也恰恰是這種從容淡定，成為了你最大的破綻之一。單一條件下說明不了什麼，但所有的條件都在你身上，那就只能說明你的過往情況有極大的問題。這10年，你沒有一天不是活在焦慮當中，甚至你每天只能依靠藥物進行深度睡眠。你害怕交际，你害怕別人了解，閒着的時間你只能看刑偵方面的書籍來慰藉自己。你在害怕，你在恐懼，你還害怕別人發現你的過往，你害怕別人知道你曾經殺過人。為此，你58歲了不敢找老婆，因為你害怕事情敗露。所以以上種种只能證明你殺過人。杀过？可又能怎样呢？你有证据吗？你知道我在哪裡杀的人？我都杀了哪些人？我的杀人方式是什麼？你有證據嗎？你沒有。你能拿我咋樣嗎？对我個人而言，你這個人以及你的行為就是最大的線索。時間不多了，那我直接總結吧。第一，你曾經是一個小偷，做過入室盜竊。不好意思啊，瑶瑶，我打斷一下，你是怎麼做出判斷的？啊，要寫報告。因為孫秀芳被害現場的痕跡處理是專業的，一個入室盜竊慣偷會很清楚，若是留下了線索，那麼警方一定會根據線索抓到他。他也是在這個時候練就的反偵查本事。你十分清楚如何處理現場痕跡，在你殺了孫秀芳後，利用來神的時間差洗了澡消了髒，並且你還有不在場證據，這只能說明你是專業的，並且對警方的手段十分了解。你清理現場擾亂警方視線，卻恰恰暴露出你有經驗，知道警方會如何查案。第二，李文章自稱來自南方3省之一的安省，10幾歲離家，距今40年。你說謊了。如果你真是10幾歲離家，那你的口音早就變了。可你現在在某些下意識瞬間，依舊會暴露你的口音。李叔，瑶瑶，啥的事啊？咋了？南方3省以安省口音最重，也最容易識別。如果我沒有猜錯，你應該是安省寧川人。第三，既然你鄉音难改，也就說明你離家不久，所以我可以斷定你第一次殺人後才開始逃離家鄉，而在此之前你一直都在你老家明川。第四，你身高175，那麼你殺害的人一定是比你矮的。你是入室盜竊，如果這家有男主人還想要殺人，那一定是不現實的，所以我更傾向於被害者是女性。第五，人是有行為慣性的，你殺害孫怡後沒有任何慌亂，反而淡定從容地清理現場所遺留痕跡，甚至你為了不讓警方懷疑你還侵犯了孫怡。實際上到這裡已經可以確定你經歷過類似的事件，也就是殺人。綜上所述，時間11年到13年之前，地點安省寧川市，案件類型入室盜竊被屋主發現後怒而殺人，被害人大概率為女性。因李文章此前囂張態度，聲稱5年也破不了案，可判斷現場應該沒有留下 DNA、指紋等直接性證據，所以他才如此自信。爸爸，符合以上所有特徵的案件找到了嗎？輸入一下。哦，有幾個相似的案例，如果把 DNA、指紋等直接性線索等條件去掉，只有一個：12年前，安省寧川市909滅門慘案，被害人是2名成年女性，還有2名嬰兒。你們沒有證據，你們沒有證據，你們都只是在推理，推理有什麼用啊？真的沒有嗎？真的沒有嗎？沒有，你們沒有。老實點，別亂動，坐好。你們沒有任何證據能把我和寧川的案件
联系在一起，这是赤裸裸的诬陷我！坐好了。真的没有证据吗？若是真没有证据，你在害怕什么？你在激动什么？李文章，你已经开始激动了，这就证明我说的是对的。你害怕是害怕他们一家的惨状，还是害怕他们来找你索命啊？一件影响恶劣、轰动全省的灭门惨案，所投入的资源绝对不是你能夠想象到的，涉及成百上千人的調查，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等等，你真的以為查不出來嗎？可能是因為你是隨機作案，根本就沒有什麼能夠直接證明你在現場的證據，所以才會耽誤這麼久。而警方也沒有把你列入嫌疑的名單，因為從明面上來看，你和被害者沒有絲毫關係。而現在，我們已經將你與909案聯繫到一起，你逃不掉。處長，我提議馬上向寧川警方申請調取909案的全部檔案資料，同時請他們派遣當年調查此案的老刑警來咱們這協助辦案。我同意，文件可以之後再。現在馬上給寧川警方打電話。是。段叔，等等，寧川警方就算今天出發，最早也在3、4天才能抵達。無論你交代不交代，909案必破，你扛着也沒有意義，大家都很累，不如簡單點。現在我只需要你回答我，909案是你做的吧？909案是你做的吧？給我老實交代，不是你做的，你剛才激動什麼？快說！李文章，你的抵抗只會顯得你更加可笑。其實你很清楚，就算沒有我，你依舊跑不了。現在的偵破技術不是10幾年前能比的，警方只需要深入調查，就能發現你的特殊之處。署長，我覺得這種人啊，就是典型的不見棺材不落淚。這樣，你交給我，我保證在寧川警方到達之前，讓他主動說出犯罪過程。喲，偵查現場的時候你不在，抓捕的現場你跳出來說我們沒證據，現在審得差不多了，就想過來接手了？你一個小屁孩都能審，我堂堂重案2組組長不能審嗎？小屁孩，你懂刑偵嗎？不好意思啊，親，就算是要審，那應該是我爸爸審。這件案子跟你有半毛錢關係嗎？李文章這種人不是你爸爸能審明白的，知道嗎？啊，對，副總隊長和總隊長都沒你本事大，只有您林組長才能讓李文章開口。不是你要是真有本事，你讓他開口，要不然別影響我們警署辦案。爸爸，你一定能讓李文章開口，我說的對吧？啊，我？啊，我？要是說出去，這個案子是一個10歲小孩破的，警署就真沒面子了，所以功勞肯定就會給爸爸的。希望爸爸努力一點。李文章，坦白從寬，抗拒從嚴，你以為你能逃脫法律的制裁嗎？現在是給你主動交代犯罪事實的機會。你們不是刑警嗎？你們可以去查呀！你簡直冥頑不靈。李文章，你老實交代你殺害孫秀芳的過程，我可以告訴你想知道的一切。說實話，我挺想讓你知道的，痛快點。你交代了，我給你看關於孫怡的檔案。你說了算嗎？我沒意見。謝謝伯伯。現在我問你最後一遍，12年前發生在寧川的909滅門慘案，是你做的嗎？那是那個案子，沒錯，是我幹的。909滅門慘案，一個老太太，一個29歲的女人，2個可能還不到1歲的孩子。是我，都是我殺的。
现在到你了，告訴我，孙秀芳到底有沒有綠老大？你知道我為什麼想讓你知道嗎？什麼？我想讓你知道你有多該死！什么呀？孙秀芳当天去找你借錢，那是因為她女兒在學校出事了，大出血需要手術，而那輛寶馬車是他們家的一個親戚的。而就在當天晚上7點10分左右，醫院來了電話，孫姨閨女大出血，死在了手術台上。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孫姨和你發生衝突的矛盾所在。如果孫姨在問你借錢的時候，你借給孫姨錢，孫姨的女兒就不會死，因為你，孫姨的女兒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。孫秀芳沒有你所認為的其他男人。你更不知道的是，孫姨在上來找你之前，想盡了一切的辦法，可始終是有缺口的，所以才來找了你。她知道你這10年生活低調，有積蓄的，她也不怕你不借給她錢，所以她聯繫了保險公司，把最終受益人改成了你的名字，可你卻殺了她。繼909滅門慘案，你的手上又添了一筆血債。孫姨保險的更改文件和通信記錄，以及女兒的死亡記錄。不過在此之前，你還是先交代909案吧。大人，你們殺了我吧！你們殺了我！罪大惡極，我罪不容誅，你們殺了我呀！殺了我！你們殺了我！殺了我！你要做的是老老實實的交代案情。判你槍決的是法院，不是警署，神經病！姓名？李文章。多少歲？48。家住哪？瑶瑶。謝君陽。杜文杰。杜伯伯好。好，嘿嘿嘿，你可真是一個刑侦的小天才。瑶瑶，杜伯伯手裡頭剛好有一個刑偵學院的推薦名額，你有沒有興趣啊？杜伯伯說笑了，哪有什麼天才，只是我這個年紀承受了我不該承受的。哎呦，嘿嘿，這樣還真有趣啊！你說的也對，你才10歲啊，也不符合他們招錄的條件。不過瑤瑤，這個案子你的存在必須要放在你爸爸的身上，包括報道，你有什麼意見嗎？我沒意見，就是杜伯伯，那有獎金嗎？我想換個電腦。那肯定是有的，你破獲了2個案子，不過孫秀芳案肯定是沒有了，因為你的功勞都放在你爸爸身上了。但是909案應該還有個幾萬塊，畢竟它是一個懸案。署長，這個案子也不是他謝離川破的呀。再說這個謝離川也是走後門才調過來的，能力不足啊，署長。有病就去醫院躺着，在這學人家當什麼長舌婦？小屁孩，你罵誰呢？誰當長舌婦，我罵誰？不是，誰是長舌婦？還有，你才有病！你看看你，雙眼無神，嘴唇發黑，脖子腫大，這都是典型有病的表現，還病得不輕。你這心臟、肝腎都有問題。你這心臟、肝腎都有問題。我說你這孩子到底有沒有教養啊？你爸爸平時在家就這麼教你的？果真缺乏管教。張口閉口就陰陽怪氣，你陰陽怪氣誰呢？自己沒本事沒能力，就妒賢嫉能，一大把年紀了，還在這裡當長舌婦，到底誰沒教養？我爸今年30歲，6年前特招進入警署，2年基層，2年特警，蟬聯4屆警界格鬥冠軍，3次射擊冠軍。你呢？你拿過省級榮譽嗎？4年前
震驚雪城的街頭受恐案是我爸爸不畏生死和匪徒对射3枪，若不是有防弹衣，我爸现在或许都变成了照片。4年前爆炸案，我爸爸差点被炸弹炸成碎片。3年前豪门绑架案，雨夜车辆追逐战，我爸开着车追上去。林组长那时候又在哪里？我媽媽連環殺人案中被抹了脖子，死之前保留了犯人 DNA， 這才破案。的確，我爸爸是受到了照顧，可你林大組長捫心自問，自己能做到這個份上嗎？我爸爸真的走了後門，還是警署中有人妒賢嫉能？我大舅舅北林省警廳副總監想讓我爸過去，待遇不比你們這裡差，可為什麼沒去？你林大組長能告訴我嗎？那我告訴你，因為這是我們一家人守護的城市，因為我們一家人都把命留在了這座城市，因為我爸爸要留在這裡，繼續守護這裡。说的好像谁沒負過傷一樣。來，你看看在座的每一位民警，哪一個不是衝鋒在前？哪一個沒負過傷？來，你看我這裡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這是負傷的事兒嗎？我爸幾次破格提拔，不是立功就是拼命。你說誰走後門呢？那行，現在領導不是在嗎？你說是誰給我爸開的後門？現在領導不是在呢嗎？你說是誰給我爸開的後門？不是，我也是聽說。老黎啊，你也是警署的老人了，怎麼這點事你看不透啊？啊，聽風就是雨，怎麼還跟一個10歲的孩子吵上了？嘉獎的事就這麼定了，說什麼都沒用。小謝辛苦了，追凶极惡，刑警使命，不辛苦。爸爸，你回来啦？这才刚刚破了案子，你才休息了1天，又開始忙起來。還不是因為你牽扯出來的909大案，現在案子破了，全國上下都開始清理積案，所有的人都在加班。爸爸去睡會兒，一會兒出來給你做飯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醒了？哎呀，爸爸睡着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瑶瑶，讓爸爸好好稀罕稀罕。我們家閨女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聰明了啊？這算什麼？我可是天才，杜伯伯親自認證的。說你胖，你還喘上了？事實啊，小小案件，本天才車馬，那還不是分分鐘的事情。喲，我看你呀，是泡麵吃多了，中毒了。臭丫頭，你這麼囂張。好，那爸爸考考你，來，現在啊，你分分鐘的把這個案子給我講出來。把這個案子給我講出來。去年1月的案子，大半年了，好家伙，檔案這麼厚，還沒查出來。死者嚴福生，男，81歲，妻子很早離世，2個女兒都已經結婚，死者與2個女兒的關係很不好。老爺，去年1月13日晚10點左右，鄰居朱凱去找嚴福生喝酒，發現嚴福生死在家裡，而後報警，警察隨後趕到現場。經法醫現場勘查，嚴福生是坐在椅子上被魚線割破大動脈而亡，死亡時間約是晚上9點10分左右。痕檢與法醫並未在現場提取到嚴福生外的其他證據，警方給出的結論是符合密室殺人的一切特徵。經查，嚴福生所在的平原村在去年年初開始拆遷規劃，因為是城中村，並且是重點改造項目，所以拆遷費都是按照最高標準來的。嚴福生家占地300平左右，總計拆遷款547萬。因為這錢，關係不好的2個女兒都回來了，為的就是這筆拆遷款。村裡人都知道他和2個女兒關係不好，根據朱凱的口述，死者的2個女兒就是為了這筆錢回來的，吵架次數更是多不勝數。我們經過了大量的走訪調查以及詢問，最終整理了20斤的口供出來，確認了3個嫌疑人。村長袁立輝因拆遷問題多次和嚴福生溝通，
每次溝通必定吵架，幾乎所有人的檔案中都提到了這一點。拆遷公司馮群，拆遷初期，嚴福生就是個釘子戶，多次阻撓拆遷，和拆遷公司發生過肢體衝突。鄰村周麗娟，嚴福生去年上半年新找的老伴，拆遷規劃出來之後，多次找到嚴福生索要錢財，不排除為財害人。嚴福生死之後，周麗娟想要獨吞這筆錢財，用作與兒子的彩禮、婚房等用途。可是嚴福生的2個女兒不同意，周麗娟一紙訴訟，將2個女兒告上了法庭，敗訴，有作案的動機。不過案發當時周麗娟正在上班，並且有記錄，可也不是没有买兇殺人的可能。爸爸，你這3個嫌疑人怎麼？調查方向全錯了。哦，那你說說你有什麼發現？暫時沒有。那你說什麼？準確的說也不是沒有，主要是時間問題。從現在的情況來看，警署的分析沒錯，符合密室殺人特徵。本身這種案件遺留的痕跡就少，更別說過去這麼大半年了。真要說的話，我現在起碼10幾個懷疑對象。多少？10幾個？對啊，你想啊，就你們列出來的3人外，2個女兒女婿，朱麗娟的兒子等等，全都是這筆錢的直接受益人，全都有動手的理由。你呀，說的有道理，不過什麼？我就不該讓你看卷宗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和署裡面分析的差不多。不過你能發現這麼多，說明你在刑偵方面的確有天賦。刑偵不僅僅是刑偵，這裡面還包含了很多的社會關係。要知道啊，我們上百人的專案小組，足足整理了4個月，才選出3個嫌疑人。最重要的是，這個案子我們是限期偵破，可哪怕是上百人的專案小組，花了上百萬的辦案經費，是一點進展都沒有。這也是我們署裡面當時報上去的懸案，畢竟是一點證據都沒有啊。爸爸，你想告訴我，我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厲害嗎？哎呀，瑤瑤，爸爸不是在打擊你，你在刑侦方面啊，的確有天賦。不過，刑偵是需要系統性的學習的。我也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夠成為警察，畢竟你媽媽的警號還等着你去繼承呢。這個案子沒有你想象的那麼簡單，這裡面涉及的人還有關係啊，都是不固定的。爸爸，帶我去警署吧。去警署幹什麼？這世界上從來就不存在完美犯罪，密室殺人也是一樣的，要麼帶走什麼，要麼留下什麼。警署的資料相对更全，我有信心3天之內破案。你呀，也不怕把牛皮吹破了？我們上百人的專案小組整理了大半年的時間，才選出3個嫌疑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比我們上百人的專案小組還要厲害？我可沒有這麼說啊，我只是比你們更加了解罪犯而已。這世界上沒有人比我更懂犯罪心理學了。爸爸，只要給我更多的權限，我保證3天之內破案。哎呀，石队，你看看你，来買这么多东西干嘛？我来看看瑶瑶。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还生叔叔气呢。这次能这么快破了孙秀芳案，还多亏了你啊！你看，叔叔专门来跟你道歉的。瑶瑶，说话。瑶瑶，不能没礼貌啊！石队，我家闺女啊，被我惯壞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沒事沒事，這件事啊是我做的不對，小天才有點小脾氣也是應該的嘛。瑤瑤，你有什麼想做的，你說出來，石叔一定滿足你。我要去警署。啊？113案，這個案子難啊。這個案子或許不難，你們一定是遺漏了什麼細節。當然，我相信專案組的能力，但人多了的情況下，就有可能遺漏細節。我心裡已經有人選了，只不過需要佐證。給我3天。3天？沒錯，這個案子100%是因錢殺人。拋開表現看本質，實際上符合作案的人也只有僅僅那麼幾個人。好，現在就去隊裡。哎，石隊，這不太好吧？我一個副總隊長，這個權限還是有的。哎呀，這違反紀律的。怕什麼？出了事兒我扛着。
实叔有破绽。哼，可叫我输了，臭丫的。啊，石队。瑶瑶，这是113案的所有档案，你还需要什么？严福生的具体家庭情况，包括2个女儿女婿的详细資料，以及严福生死後這筆拆遷款都落在了誰的手裡。一般情況下，直接受益人大概率就是兇手，當然也不排除其他情況。石叔。可是嚴福生2個女兒女婿的所有檔案都在這裡，不夠全面，我需要各自詳細的家庭信息，最重要的是財務狀況。行，小陳、小張，你們出一下偵查任務。好嘞。嚴福生的2個女兒女婿，瑤瑤，你有什麼打算？瑤瑤，你有什麼發現？等有了結果再說吧，也可能是我猜錯了。猜錯了？你現在可是頂着你爹的帽子幹活，你要猜錯了，咱倆就得喝西北風去。哎呀，爸爸，你都不相信你親閨女了？正是因為你是我親閨女，我才不敢相信。趕緊幹活吧。這30倍快捷，就算警署裡的專家也不敢4個一起看。這能看得過來嗎？小問題。這平原村是城中村，匯集着外地來本市的務工人口，加上本市人口，據去年人口統計，單單一個平原村人口就超過6萬。這6萬人口，僅靠4個攝像頭，能看得清楚誰是誰嗎？道理是這樣的，沒錯，但實際上不重要。2號監控正好能夠看到嚴福生家單元門口，只需要盯着這裡，在案發前後3天，進去但沒有出來的人，基本上就可以鎖定兇手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這麼快，你能看得清楚嗎？我不是質疑你的意思啊。我們曾經也請過號稱警界鷹眼的專家，可是他也沒在監控上發現任何線索。我找到了。這上面也沒有我們要找的人啊。瑤瑤，這監控是案發第3天，這麼多人，這麼模糊。瑤瑤，你看到什麼了？你不會啥也沒看到，說這些話來忽悠我們吧？喲，老林啊，你們2組這麼閒，看來工作不跑了呀。要不這個113案交給你們2組。哦，我想起來了，當初就是你們辦的這個案子吧？我們2組破不了的案子，你還指望一個小屁孩啊？1組這麼多人，讓一個小屁孩指揮來指揮去，還真以為我們警署沒人了，讓一個小屁孩破案嗎？你什麼意思？什麼叫警署沒人了？你不是人嗎？石副隊長，你讓一個10歲的小屁孩破案，這難道不就是說我們警署沒人破案了嗎？你說話注意點啊！這事我跟段隊匯報。匯報有什麼用？113案是我主抓的，當初上百人的專案組都破不了的案，你讓一個小屁孩來破，他一個小屁孩要是能破案，我把這桌子吃了。林耀華，我警告你，別在這給我咋咋呼呼的。我是刑警總隊副隊長，一個組長，你有什麼資格質問我？拿身份壓我？行，你行，我就不信沒人能治得了你。我這就找呂輝去。哎，石隊，剛才林組長說的呂輝是誰？他表兄弟，雪城現任副市長。耀華同志，坐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113案重啟，你心裡氣不過，但是這也不能成為和石彥博同志吵架的理由啊！大家都是同事，抬頭不見低頭見，太難看了，不太好。署長，我不是因為這個重啟113案調查我沒意見，可是石彥博又把謝立川的閨女找來了，現在整個重案1組，還有他石彥博本人，被一個小姑娘指揮來指揮去，像話嗎？謝君堯，是。署長，這事兒你要是不管，我只能去找我表兄弟呂輝來。我知道了，這事我會處理的，你先去忙吧。我的分析已經足夠完善了，可以確定他就是兇手。在作案前的準備工作和為數不多的證據，能夠構成證據閉環。
只不过還有些東西需要補充偵查。哼，上百人的重案組，外加一個重案2組，大半年都破不了的案子，讓一個孩子一分析破了。哼，我早就看林耀華不爽了，這狗東西，除了拿他那個副市長表哥壓人外，他還能幹什麼？廢物！喂，署長，我正想向你匯報。馬上來我辦公室。是。林耀華這個臭小子又告狀了，我得去解釋一下。胡鬧！你簡直是胡鬧！113案在幾個月之前就當懸案報上去了，現在你讓瑤瑤那小丫頭再破案，造成的影響，你這個總隊長能承擔得起嗎？署長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這個樣子。那是幾個意思？幾天之前我就告訴你了，馬副署長馬上就要退了，你非要在這個節骨眼上給我找事兒啊！署長，可是瑶瑶她已经什麼已經？啊！你一個堂堂刑警的總隊長，竟然被一個10歲的孩子在那瞎扯！啊！你這個副署長，你還想不想當啊？我明白，署長，可是現在這個案子有破的機會。破案？哪有你想的那麼簡單呢？113密室案，費了多少警力，浪費了多少資源，結果呢？孫秀芳案，這個丫頭是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，這才把這個案子給破。對，她是個天才。但你讓我把這個案子給上面怎麼報啊？哦，就說我們警署都是一群廢物，都比不過一個10歲的孩子。你不要臉，我還要臉呢。那個113案現在已經有了新線索，我們正準備深入調查呢。深入調查？已經鎖定嫌疑人了？你趕緊說，這扭扭捏捏的像個大姑娘。經過瑤瑤的推理和分析，再加上監控的佐證，最後斷定這個案子的定性就出現了問題，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密室殺人。只是現在還確實沒有發現證據，不過一組已經行動了，只要能找到證據，可以立刻抓人。你確定這個案子能破？嗯，我可告訴你，這個案子已經掛了懸案。如果在積案清理行動期間，這個案子破了，我明白，署長，至少有60%把握。小段，你可想好了？接了這份文件，就意味着你拿你的仕途在賭，賭不賭？你自己看着辦。我需要严福生死後的拆遷款流向圖，死者女兒女婿4人的資產變化，各自的財產情況，以及女兒女婿的社會關係。好。抓人吧。好，我是刑侦總队段乐安，现通知如下：外勤組盯緊嫌疑人，支援組隨時準備。署長，林耀華向呂副市長報告了這件事，呂副市長震怒，正在前往警署的路上。可是現在我們沒什麼可是的，準備向組織上交代情況吧。
出事了。林耀华向吕副市长做了汇報，吕副市长马上就到，大家准备一下，向领导汇報工作。不是，林耀华这狗东西啊！上案子没让他参与，这113案是他自己没能力，现在倒好，这案子马上就要破了，这狗东西就開始搖人了是吗？石叔不着急，這不還有時間呢嗎？咱們雙管齊下。段叔，你來安排抓人，我來應付領導。你？你老糊塗了！刑偵工作怎麼能讓一個小孩參與？竟然還讓他指揮，是你們的能力問題，還是你這個署長的責任？你們是紀律隊伍，簡直瞎胡鬧！今天不給我解釋清楚，你就準備脫衣服吧。市長，這事兒啊，它有點複雜。有多複雜？我管理上千萬百姓，能有我複雜？我告訴你，今天這個事情不給我解釋清楚，下次再來的就不是我，而是檢查組。呂市長，全體都有，起立。市長好。杜文杰，你這是幹什麼？宣誓主權。杜文杰，你這是幹什麼？宣誓主權？怎麼會呢？呂市長，您知道新豐廠孫秀芳的情殺案吧？這個案子鬧出了不小的社會影響，我當然知道。我實話跟您說吧，這個孫秀芳情殺案就是謝君堯破的，這丫頭是個天才啊！而且現在的113案又有新的進展了。您看，您來都來了，要不然您先聽聽案情匯報吧。小段，你說說，到底怎麼回事？你們刑偵總隊沒有人破案了嗎？非要一個小孩來破案？報告市長，113案已經有了明確的指向性。就這小孩，白痴！各位叔叔好，我是謝君堯，接下來就由我告訴你們113案進度以及案發過程。10歲，這麼熟練，這麼冷靜。是。現在這張圖是死者嚴福生的社會關係，其中包括平原村有矛盾的家庭成員等等。死者嚴福生，男，81歲普通老人，因市里拆遷規劃，這個被譽為城市傷疤的平原村，因拆遷導致了這場風波。1月13，死者被鄰居朱凱發現死於客廳，死因是魚線割破大動脈，現場無闖入痕跡，無第二人 DNA 與痕跡，被定性為密室殺人。密室殺人的核心從來不是密室，而是如何制造密室。現場無撬鎖痕跡，門窗從內部反鎖，說明兇手是死者允許進入屋內的人，也就是熟人。你說的熟人是他那兩個要分拆遷款的女兒，還是那個要分財產的老伴兒？您說的這幾類人都有動機，但都沒有無法替代的作案條件。嚴福生的兩個女兒雖然常吵架，但案發時一個在外地出差，一個在家帶孩子，有明確不在場證明。周麗娟當天在超市上班，考勤記錄完整。你說的沒錯，113案的難點就在這裡，因為沒有直接性指向證據，被害人僅僅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老人。我想知道，你為什麼排除雇兇殺人？排除雇兇殺人，核心看3個關鍵點。哦，詳細說說。第一，成本不對等。拆遷款雖多，但雇兇需要支付高額報酬，還得承擔暴露風險。兇手完全有更穩妥的方式爭奪財產，沒必要鋌而走險。有點道理，繼續說。第二，作案手法不符。雇兇殺人多追求快速脫身，不會用魚線割喉這種需要近距離操作，還得清理現場的複雜方式。胡說八道！你閉嘴！不好意思啊，你繼續。第三，動機不夠。如果是雇兇，兇手只需確保嚴福生死，沒必要刻意制造密室，這反而多此一舉，不符合雇兇的核心訴求。
所以我重新梳理了现有線索，可以確定是熟人作案。嚴福生不算什麼好人，甚至算得上壞。年輕時酗酒、賭博、鬥毆，資料中有不少的案底。資料記載，嚴福生43歲時，妻子帶着2個女兒離開；78歲時，原配去世。嚴福生突然想起還有2個女兒，開始主動聯繫，今天給點零花錢，明天送點生活用品，關係才勉強緩和。但這種緩和更像是嚴福生晚年孤獨的補償式表演，而非真心彌補。大女兒孫詩雅33歲，嚴福生死前定居開平市，和丈夫於志偉經營了一家小廠子，有個女兒3歲。二女兒孫雪琴已婚，31歲，定居開平市，普通上班族。我直接說我懷疑他們的原因吧。哎，理由牵强。小姑娘，這是刑偵，不是小孩過家家。嚴福生死後，拆遷工作繼續，這筆錢自然讓2個女兒平分了。那事實上，如果這2個女兒什麼都不做，也同樣會得到這筆錢，所以他們沒有殺人的理由，並且他們有充分的不在场證。你不知道打斷別人說話是很不禮貌的事情嗎？沒錯，這就是你們辦案的思路。因為在你們看來，死者2個女兒的嫌疑甚至不如周麗娟大，因為周麗娟想要這筆錢，為她的兒子買婚房、買車、付彩禮等等。可是重點是，死者和周麗娟並不是夫妻，自然得不到這筆錢。嚴福生81歲，周麗娟75歲，年紀大了，找個老伴是人之常情。但在錢的這個問題上，2人曾多次爆發爭吵。無論是村民，亦或是周麗娟和她兒子，口供中都證實這一點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孫詩雅、孫雪晴知道了這一點之後，同樣也是因為錢回來到了雪城，看望生物學上的父親，並且死者的2個女兒和周麗娟第一次見面，雙方因為錢同樣大吵，都擔心這筆錢被對方拿到，這才有了後續的周麗娟起訴2個女兒未盡養老義務，要求他們放棄繼承資格。但周麗娟和死者並未結婚，所以敗訴。這部分先推理到這裡，我們換個角度，請看。平原村因為是城中村，不少偷盜團伙都住在這裡，他們怕被發現，所以破壞了很多的攝像頭。只有這4個位於出入口的攝像頭，他們不敢破壞。可也是因為這樣，才能鎖定嫌疑人。嚴福生家裡門窗緊閉，現場沒有任何痕跡留下，基於這一點，才定性為密室殺人。至少在我看來，太過於草率了。如果是密室殺人，兇手是什麼時候進入嚴福生家的？又是什麼時候離開的？如果時間超過1天，兇手吃喝拉撒是怎麼解決的？大家看這，塑鋼窗的氣密膠條老化嚴重，邊緣還有磨損痕跡。正常上鎖的窗戶，氣密膠條完全貼合窗框。現場的勘查照片裡，膠條有輕微翹起。這就是所謂的密室真相。兇手根本就沒有在屋裡藏着，也不是從門窗硬闖，而是在離開後，利用老化塑鋼窗的特性，制造了從內部反鎖的假象。所以，我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確認，死者在死亡之前，一定是見過一個他不得不見的人。而在這個過程中，兇手在思考如何撤退。再結合窗戶，那就能夠說得通了，因為氣密膠條上面有膠水，有粘性，哪怕是靠在一起，都會很難分開。這一點在現場證據中同樣保留。綜上所述，這是一個人為制造的密室殺人案。買兇殺人不是不可能，而是放在當前環境下是不可能的。在我看完凶案資料後，便排除了買兇殺人的可能。首先，兇手一定和嚴福生認識，並且嚴福生和兇手的照面，也就是開門的瞬間，嚴福生並未讓兇手離開，這說明2人認識。且嚴福生沒有趕兇手離開的理由，而雇兇殺人，那麼現場一定會有嚴福生掙扎的痕跡，可現場沒有。等等，就算是熟人作案，那麼行兇者對死者進行行兇时，那麼死者出於求生的本能，同樣也会掙扎。你這個說法不成立。你問到點子上了，出於求生本能，嚴福生一定會掙扎。在現場勘查的照片中，受害者死亡位置左右兩邊並沒有掙扎痕跡，但現場卻明顯存在血液噴濺痕跡。茶几、地板均有血液噴濺痕跡。我不清楚你們有沒有注意一個細節，在死者嚴福生卧室床頭櫃上有安眠藥，而這一點也引起了我的懷疑。你的這些說法我們都考慮過，
並且做出過假設，只要这个人能进入严福生的家裡，往水裡放了安眠藥後再行凶，他同樣沒有掙扎的痕跡。這一點你考慮過嗎？我考慮過。你以為殺人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，更別說這麼血腥的方式。法醫屍檢報告上出血量高達3000毫升，要知道這已經能夠達到失血性休克了。我知道你想說什麼，但是死者社會關係複雜，不少人都和死者有直接的利害關係，但沒有直接殺人的動機。在之前的時候，我已經排除了不少人，這裡就不過多闡述了。關於雇兇殺人這一點，還有問題嗎？沒問題，那我就繼續推理了。請你不要打斷我。接下來是我的推理。我認為嚴福生將兇手引進房間後，不知道出於什麼理由，嚴福生起身離開了短暫時間。根據警方當時的兇案現場留存，合理推斷，嚴福生去了廚房，而這個時間中，兇手將安眠藥泡在水裡，讓嚴福生喝下，繼而昏睡。而這個時候，兇手從後面勒住了嚴福生的脖子，導致死亡。我為了證明這一點，在監控中也找到了相關痕跡。平原村4個監控，其中1、2號監控都能夠看到嚴福生所在的3號樓。這個人就是我心中的兇手，但是沒有拍到正臉，所以從監控無法斷定。因為這個人僅在監控中出現1次，第2次出現的時候是在案發前2個小時，像素比較低，不太清楚。但是根據嚴福生的社會關係圖可以確認，這人是2女婿孫雪琴的丈夫李建軍。孫雪琴的丈夫，嚴福生的2女婿。案發前3天，李建軍找了死者嚴福生，直到案發後第3個小時才離開。這3天之中發生了什麼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可以知道的是，李建軍和嚴福生的死一定脫不了關係。很詫異，對吧？因為從表面上看起來，李建軍是直接受益人，他沒有理由做出這種事情。可再做個大膽的假設，如果嚴福生開始就沒有打算把這個錢給2女兒一家呢？小姑娘，我打斷一下。您說。你的推理的確有道理，但僅僅是推測，沒有任何證據。你的推理只能說明李建軍和嚴福生的死有關，不能證明李建軍就是兇手。你認為他是兇手，太草率了吧？沒錯，這個結論的確草率，並不能證明李建軍就是兇手。但是什麼？根據補充偵查，李建軍抵達雪城之後，並沒有第一時間去找嚴福生，而是去了本市最大的漁具市場。補充偵查中，他在漁具市場消費了一筆，這是他的流水圖。1月11日13點45，木塘漁具消費42元。我們對老闆進行了詢問，根據他的記憶，那天因為老闆中午釣魚回來晚，1點30才開始做飯，剛坐下準備吃飯，李建軍就來了，點名要魚線，可所有的魚線都不滿意。最後，他還是在倉庫找到了一根去年的魚線。這個品牌叫達瓦，是國際1線品牌。去年北方因為這個系列的魚線殺人案，所以全部召回了，並且漁具店老闆記得很清楚，他最後沒有滿意的，所以直接問有沒有達瓦。老闆這才想起來，倉庫還有一根。根據老闆所說，那天就他一個奇葩，再加3天之後，本市出現密室殺人案，聽說魚線是兇器之後，他就更加不敢說這件事了。在把時間倒回買魚線之後，買完魚線後，4個監控都拍到了李建軍，且李建軍都抬頭看了監控。這說明什麼？他看監控幹什麼？他本人又想幹什麼？這4個抬頭看監控的圖，說明李建軍在踩點。第1個監控，李建軍明顯抬頭看監控，而其他3張圖中，則是有意無意的打量監控。平原村是城中村，這裡的治安一直都是問題。人員太雜太多，以至於在這麼龐大且複雜的信息流中，分析信息很困難。在前期的調查中，沒人注意過這些問題，可我注意到了，並將所有的信息整合歸攏，這才是我推理的事實依據。試想一下，普通人在路過監控的時候，會專門的停下來觀察監控嗎？正常人絕對不會觀察什麼地方有監控，監控拍攝的地方。最重要的是，李建軍是在案發前2個小時後離開的。案發前2個小時可以說是黃金破案時間，因為在這個時間節點中，現場證據保存最完好，而這一時效性證據也是存在的，比如氣密膠條。推理到這一步，我幾乎可以斷定李建軍就是兇手。哎，打斷一下啊！你看，根據檔案和初步調查報告以及李建軍的口供所說，1月18日，李建軍的確從開平市來到了雪城，但僅僅也是和老丈人嚴福生商量。
能不能多分給他們50萬？但吵過之後不歡而散。那麼這條魚線呢，也是李建軍得知老丈人喜歡釣魚，才買來送給他的。那另外，從鄰居以及村民的口述中明確地指出了，這個嚴福生的脾氣不是特別好，就是特別喜歡什麼呢？女人和釣魚。那麼當然，嚴福生他也是有案底的，基本上都是嫖娼，所以這條魚線的出現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另外，根據李建軍的口供指出，吵架後他就乘坐飛机離開了雪城。那這一點，開平警方走訪調查可以證實。你排除了雇凶殺人，又把李建軍列為頭號嫌疑人，但李建軍偏偏有不在场的證据。那這一点你怎麼解釋？李建軍的確有不在场的證據，我還沒有說到這兒呢，你不要再打斷我了好嗎？真的很煩人啊！在我将李建軍列为头號嫌疑人之後，補充偵查便針對李建軍進行調查，其中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點。在嚴福生死後，關於遺產分割，最終是大女兒孫詩雅和二女兒孫雪琴的手裡。其中，孫詩雅分到了300萬，而孫雪琴僅分到200萬。在補充偵查中，發現自遺產分割後，大女兒和二女兒因為錢鬧翻了。而鬧翻的原因，在補充偵查中，孫詩雅的口供中交代，李建軍在外賭博，並且家暴孫雪琴。依據這一點，我們調取了孫詩雅、李建軍夫妻的銀行賬戶，其中發現去年的11月初、12月末、1月初，分別向借貸公司、私人賬戶、賭場分別轉賬15萬、5萬、30萬等數額。這80萬的大額轉賬，經過調查，是孫詩雅夫婦賣掉了在開平市唯一房產，從記錄上看用於還債，僅剩的30萬被李建軍轉給於志偉。於志偉，男，37歲，孫詩雅的丈夫。於志偉、李建軍，沒錯。經過更深入的調查發現，李建軍的賭博實際上就是於志偉教唆的。因為於志偉的廠子有能力還款，所以一直掩蓋得很好。直到去年年底，廠子效益不好，而他欠的錢也還不上了，從此開始利滾利。事實上，這兩個人並未被警方列入嫌疑人名單，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明面上的直接受益人。在此基礎上，當初的專案組在這個原因之下，並未深入調查，自然也就沒有掌握這些情況。實際上，這就是一個因錢殺人的案子，可某些人卻列為可笑的密室殺人。奇怪的是，在他們拿到這筆錢後，短短的1個月之內，4個人的賬戶上加起來不超過10萬，並且於志偉的廠子易主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為什麼？嚴福生的拆遷款高達500萬。哪怕是平分，也有250萬，這麼一大筆錢，在1個月內花光，這本身就是有問題的，更別說兩家本來就還有存款。所以，我們調查了兩家的消費情況，可以明確，除於志偉、李建軍之外，孫家姐妹的年收入10萬，消費不超過6萬。那憑什麼在獲得這麼一大筆錢後，短短1個月內就陷入了財政危機呢？這個問題先放一放。先說李建軍，李建軍已經介紹過了，他是兇手，那就直接說最核心的問題。李建軍為什麼要殺他的老丈人？刑事案件中，因果從來不會倒置，必定是因為什麼才去幹什麼，導致什麼樣的結果。那麼在本案中，李建軍的因是什麼？這就是殺人動機。李建軍35歲，開平市鄉下人，大學期間便認識了妻子孫雪晴，大學畢業便結婚了。孫雪晴在李家的地位不高，因為沒娘家。就連他們的婚房都是在5年前購置的。孫詩雅、孫雪晴是姐妹，所以兩家關係很好。直到2年前，李建軍廠子突然陷入了一場財務危機，李建軍找孫雪晴一家借錢，也是從這時候開始，李建軍便陷入了賭博陷阱。通過於志偉，李建軍便很快迷上了這種感覺，開始還贏了不少。可賭博的套路，你們作為警察也清楚，越賭越輸，越輸越賭，直到他開始找賭場借錢。案件還原到這個地步，我相信殺人動機已經非常明顯了。在專案組當初被自己誤導後，沒人去調查他們的財務狀況以及生活狀況，這也就導致本應該很簡單的案子，最後硬生生辦成了密室殺人。雖然拖了這麼久，但案件真相還是被還原了。補充偵查中，也就是在1年前，已經債台高築的於志偉和李建軍萌生了一個想法。在補充偵查有了明確的指向性後，段叔以刑偵總隊長的名義，請開平警方協助調查。直到昨天，我們有了答案。
于志偉已經是多進攻，幾乎每次全都是因為賭博。而這一點，孫詩雅並沒有交代。在李建軍債台高築後，於志偉找到了李建軍，萌生了殺妻騙保的想法，很快便實施了，也就是照片上這個合同。去年8月，兩家人約着一起去爬山，在途中遭遇車禍，除李建軍輕傷外，其他3人都在醫院住了3個月，對方全責，共計賠償12萬。於志偉以廠子財務危機為由，李建軍以幫助於志偉為由，將這12萬全部用於賭博。開平警方提供的記錄顯示，於志偉負債200萬，李建軍負債109萬，而當時於志偉廠子僅能帶來80萬收益。至此，兩個人徹底扛不住了。直到拆遷規劃出來，嚴福生晚年孤獨，故而將這個消息告訴了2個女兒，希望在自己活着的時候，2個女兒能膝下承歡，也就是我之前說的補償式表演。但他沒有想到，這筆錢卻讓他陷入了死亡危機。得知有這筆錢後，於志偉、李建軍便萌生了拆遷款的想法。而在李建軍單獨找到嚴福生之前，嚴福生已經給了2個女兒共計60萬。1月11日，單獨給了李建軍20萬後，這20萬便匯入了某個借貸公司。而隨後，李建軍和嚴福生發生爭吵，之後1月13日，嚴福生被殺。在以上所有證據之下，可以確定於志偉、李建軍2人為錢殺人。可以推測，嚴福生並不想給他們錢。再加之於志偉女兒讀書也需要錢，在債台高築的時候，根本就沒有能力還款。鄰居朱凱證實，1月11日，他去找嚴福生的時候，正好遇上嚴福生和李建軍吵架，最後李建軍摔門而出，這也是監控中當天拍到李建軍離去的原因。2個月之前，兩人隱瞞了好幾年的賭博以及債務，最終爆雷。於志偉和李建軍性格徹底暴露，開始家暴，僅僅是這個月便家暴了13次。這是有開平警方出警記錄為證。說到底，核心問題還是因為錢。因為錢，於志偉、李建軍2人不惜殺妻騙保，不惜違背人倫道德。所以我認為，於志偉、李建軍2人有絕對的理由以及殺人動機。那麼有一個問題，既然這麼多年都過來了，他們為什麼不能等一段時間呢？畢竟只需要等一段時間，這筆錢依舊是他們的，根本不需要殺人。他們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？沒錯，這點你怎麼解釋呢？因為去年12月，開平警方出具了一份文件，一份嚴厲打擊賭博行為的文件。不完全統計，僅僅是去年12月的1個月時間，端掉賭博場所1200餘家，地下賭場200多座，但這其中不包括於志偉、李建軍所在的賭場。可也是因為這一點，賭場老闆繼續回款撤離，用2人的小命威脅。至此，於志偉產子易主。以上就是基於目前線索和各項佐證還原的案件真相。當然，僅僅是我個人認為，但這麼說來，又有一個新的問題。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什麼？我之前說過，李建軍有不在場證據，吵架之後離開的時間是在下午，對不對？那報案人和我們到達的時間是晚上的10點，法醫的檢測報告死亡時間是下午6點左右。那也就是說，在這個時候，李建軍已經到達了開平市，也就是說，李建軍有不在場的證據。林耀華，你有什麼臉在這逼逼賴賴？113案是不是你負責？專案組給你了，幾百人的警力給你了，可結果呢？一個殺人案愣是讓你辦成了密室案，我都替你丟臉。你喊什麼？你吵什麼？案情分析會不允許提問題了嗎？這麼大的一個漏洞，我不能問嗎？案發時李建軍在開平，他卻說李建軍是兇手，我不能提問嗎？對，你着急是對的，畢竟這個案子是你們辦的，結果要是讓瑤瑤破了案，我看你這個處分是非定了。你開會呢，吵什麼吵？任市長，不好意思啊，讓你見笑了。行了，坐下吧。瑶瑶，你继續說。剛才說到了新的問題，也正好是林組長說的這個問題。既然案發時李建軍不在案發現場，又不在場證據，那兇手是誰呢？既然林組長說着急，我就直接說了，兇手就是李建軍，這一點毋庸置疑。案發時都不在現場，他怎麼殺？有延遲啊！就是，人在開平市，這怎麼能殺人？
這個問題困擾了我1天之久，我一直想不明白這一點，直到後來，我終於確定凶手的確是李建軍。你認識這個人嗎？于志伟，没错，因为一直杀人的是李建軍，以至於你們一直都忽略了李志。這張照片不是近期的，而是10年前的照片。這張照片來自哈曼大學，而這張照片是機械化專業的畢業照。左邊3排第3人，最後1排中間的人，分別是於志偉和李建軍，這代表着他們在大學時期是認識的，2人是大學同學，並且在大學後，2人娶了姐姐妹妹。這世界上真有這麼巧的事情嗎？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這麼巧的事情，所以我調查了2人，從大學時期到現在的所有檔案，發現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，那就是李建軍、於志偉2人在大學時期便已經深陷賭博，而當時姐姐李詩雅正值離婚之際，而她的丈夫是如今的開平首富，當時離婚後便獲得了這家工廠。巧合的是，當時2人正在這家工厂上班，機緣巧合之下，2人認識了李詩雅，並且在短短的1個月內，於志偉和孫詩雅就在一起了。第3個月就結婚了。婚後，李詩雅將工廠交給了於志偉打理，這就有了我們知道的這家工廠實際老闆是於志偉。而所有的信息匯總之後，我得出一個結論，是於志偉讓李建軍故意制造的不在場證據。不在場證據這的確重要，可如果這份不在場證據只是偽造的呢？人證的偽證據若是也有假，那這2位從目前來看，是不是就能基本上就確定為兇手了？對於於志偉、李建軍而言，因為債台高築，所以沒有辦法，必須得想辦法還錢，否則那些人就會要了他們的命。畢竟他們下面的那些人是真的不要命的，他們也得為自己考慮，一邊是自己的小命，一邊是一個不確定什麼時候給錢的拆遷款。你猜猜他們怎麼選？人在本能的求生欲之下，能幹出什麼事情都不例外，這是人的求生本能。鑑於他們極其混亂且糟糕的財務狀況之下，急需一筆錢。就在這時候，拆遷款500萬就出現在他們的眼中了。在意外死亡保險的失敗案例之下，他們絕對不允許自己再失敗了，因為再失敗，他們的小命就沒了。2人又是高材生，又是機械化專業的，如果當時你們順着這條線查，早就破案了。當初專案組的調查報告顯示，李建軍在案發時的確是在飛機上，這的確是不在場證據。可如果是我說的那樣，如果這份不在場本身就是偽造的呢？再換個說法，這就是於志偉和李建軍要的結果。因為有了不在場證明，所以你們終止調查。殊不知，這才是他們想要的結果。我知道你們有人在想，當時會不會是身份互換呢？但我可以明確一點，不可能。而且我已經找到了他們殺人的證據。哦，你找到了？我找到了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是兇手，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夠在我上飛機的同時完成這場殺人呢？當我有了這個思緒之後，事情其實就很清晰了。請看圖，圖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晰，因為魚線太細，以至於證據這一方面需要現場提取。不過不重要，補充偵查進行了針對性偵查。於志偉和李建軍都是機械化專業畢業的，機械化專業中動能是基礎課程，完全難以繞開。打瓦魚線能夠致人死亡，並且割破大動脈，僅憑一根魚線很難做到。可如果這根魚線的速度達到40碼左右，完全能夠瞬間割破喉嚨，完成瞬殺。這就需要將動能化作速度。巧了，在他們的學科中，正好動能是基礎專業課程，他們繞不開。且這門學科在他們大學中，2人的成績都很好。補充偵查中，我們並沒有拿到當時的酒店監控記錄，不過似乎也不重要。被我們一直忽視的於志偉，他可不是什麼都沒幹。如果他什麼都沒幹，由李建軍完成殺人，那李建軍也不會同意啊。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於志偉提供的工具由李建軍執行，只需要在牆壁上安裝一套動能轉換設備，也就是類似於彈力繩的原理，只不過他們做了一套設備，能夠保證魚線瞬殺嚴復生。最後，魚線在完成殺人後，根據他們之前設定好的，魚線順着窗戶落在地上，一條魚線在地上，
不會有人在意，甚至有人在踩上之後和地面摩擦，就將於先生的血給磨沒了。所以這就是他們殺人的過程。於志偉、李建軍兩人全都是兇手。抓人吧！哦，哎呀，哈哈，厲害，厲害呀！啊，我为我刚才看不起你道歉，真是个天才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太棒了！还有个事，哼哼，两人毕業於機械化專業，接受過高等教育，並且這個案子中直接性證據不多，審訊難度很大。我建議先審李建軍，這人心思縝密，但從資料上看膽子不算很大。畢竟不敢直接殺人。你們血償啟發，憑什麼抓我？做了什麼了？你們竟然跨市抓！李建軍，於志偉都已經交代了，你還要抵抗到什麼時候？他交代什麼了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謀殺你老丈人，謀害妻子未果，你還要我給你還原案發經過嗎？於志偉都交代，屬於立功表現，而你呢，抗拒審訊，面臨你的只會是最頂級的處罰。於志偉不交代，嚴福生就是你殺的。什麼？我殺的？跟我沒有關係啊！是於志偉找到我的，這是他的計劃，他才是主謀啊！哦，是嗎？可是於志偉說你才是主謀。我交代，我全都交代。這丫頭可真是厲害，連着破了3個檔案，將來一定是一個厲害的女神探。好可愛呀，我們的小神探。拿着，我女兒真棒，還是當好人